乔洛没来得及拉住何真，柯月就已经进了门。不过他并没有贸然进来，只是站在门口的位置，让何真帮他记录，然后语气神态极为认真的向乔洛鞠了一躬。这次我的道歉是真的，家里人特意叮嘱我，让我以后不许再欺负你，所以这只能说明你的 Alpha 不简单。乔洛感受到了何真和陈无忧的视线，乔洛强作镇定，那希望你这次真的说到做到吧。只要你不喜欢霍云生，我就不会找你的麻烦。我说过祝你们幸福，是真心的，希望以后你们能走入婚姻的殿堂。柯月笑起来，必须的，也希望你不要再对别的 Omega 这样，你可以赶他走，你可以训斥他，但不要这样找 Alpha 伤害他。柯月点了点头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这样了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柯月说完就走了。何真和陈无忧原本八卦的眼神变得担忧。乔洛，原来上次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们？有人救了我，我也没事，说出来了不是白白让你们担心吗？乔洛无所谓的说，反正已经过去了，我想他这次是真的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。如果再这样又碰上了比他自己更不好惹的，那柯月被家里宠坏了，这种被宠坏的 Omega 最好是能被宠一生一世，但凡中途发生变故，柯月曾经送出去的那些恶意，最后很可能都会被反馈到他自己的身上。然而乔洛以为这次终于要彻底清静一段时间之后，隔天霍云生又来了。他来研究所倒是没有刻意找乔洛，而是极为自然的来送些零食给整个研究所的人，这样乔洛就也会有一份。乔洛自然不要，都给了何真和陈无忧，何真也不要，所以陈无忧一人领了3份。乔洛不要就是为了间接向霍云生展现自己对他的态度，但霍云生却毫不气馁。第一天送了零食，第二天就送糕点，第3天又送鲜花。不过第3天的鲜花就是单独送给乔洛的了。乔洛一到研究室，就看到了自己桌子上的一捧散发着淡淡香味的鲜花，花束中还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我会一直等你，直到你回头看我的那天。乔洛，这霍云生怎么回事？上次他都那么骂他了，他这几天是在做什么？乔洛看完就把那束鲜花扔到了外面的垃圾桶里，同时也收到了其他同事的目光。回到实验室，他又收到了霍云生发来的讯息，怎么了？是不喜欢那个花吗？我明天换一束好吗？乔洛微微皱眉，正想回复点什么，袁彻也发来了消息，不用搭理霍云生，他明天不会再来了。乔洛心里第一反应是袁彻怎么会知道，不过他并没有问，因为稍微一想就知道，那可是太子殿下，手眼通天本就是他该有的特质，所以乔洛只剩下隐隐的开心。没想到没等到他开口告状，殿下就来帮他解决了霍云生这个麻烦。于是乔洛没搭理霍云生，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霍云生也确实没有再来打扰乔洛。乔洛乐得清静，安心研制自己的药剂。转眼5天的间隔又到了，一般乔洛都会在傍晚被接到袁彻那里，今天薛燕却是下午就来了。来之前薛燕也打了招呼，正好是周末，倒也不牵扯什么。坐上飞行器之后，乔洛还问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没有出什么事吧？没有，今天殿下也得了空闲，给你准备了惊喜。惊喜？也不算是惊喜。薛燕扬唇一笑，总之你到了就知道了。乔洛一路都在猜想和期待，到了地方之后，没想到竟然看到了烧烤架子。在皇宫的一栋洞城堡间摆起这种古地球的烧烤架子，倒是十分新奇。陆平看乔洛来了，沉默着开始烤肉，薛燕也过去和陆平一起。袁彻坐在一边，朝乔洛招了招手。乔洛坐下去之后，袁彻说道，我记得你说过喜欢古地球的美食，今天天气很不错，很适合露天烧烤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些。像烧烤、火锅这些食物在古地球很流行，乔洛也是在一本美食书籍上看到的。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会研究这些，之前他只是顺嘴提到了，没想到袁彻竟然记在了心里。这些烧烤架势是看着历史记录做出来的，还有调料。虽然古地球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我们还是可以查到很多影像资料。乔洛点点头，一阵风吹来，他已经能够闻到那种烧烤的香味，很香，感觉和书上描述的一样，你喜欢就好。说完，袁彻指了指桌子上切好的果盘，示意乔洛吃，然后继续说道，1年1度的皇宫晚宴又要来了，到时候按照惯例你会和霍云生一同入席。乔洛知道这个晚宴它是贵族之间联络感情，甚至是联姻的一座桥梁，所以几乎没有贵族不去，但以往像乔洛这种落魄的去不去也无所谓，所以乔洛就没有去过。这次他和霍云生有婚约，即使他们的婚约也许很快就可以解除，他也不能不去。一提到这里，乔洛就多少有点不情愿，不过袁彻紧接着就说道，别担心，到时候我也会去，不过并不是以太子的身份，希望你到时候能认出我，我肯定可以认出殿下的。乔洛十分肯定。袁彻那双湛蓝的眼睛里荡漾出一层层笑意，烤鸡翅来了，2位尊贵的顾客，快尝一尝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。桌子上的2串鸡翅烤的金黄，冒着香气，光是闻着就让人想流口水。乔洛和袁彻一人拿了1串品尝，尝了一口之后，2人都不约而同的被这味道惊艳。好吃。薛燕笑眯眯的点头，好的，2位顾客，其他食物马上就来。
请两位稍作等待。薛燕也凑过去，从陆平手中抢过一串，吃得赞不绝口。乔洛看他们这样，也被逗得笑出来。殿下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就是殿下您的活宝，只要有他们在，就有很多欢乐。袁彻点头，是。陆平不善言辞，但最为细心。薛燕喜欢说话，吵吵闹闹，但也热闹。要是没有他们，我很可能就不是你见到的这个样子。当年那样叱咤风云，年轻的战神怎么会甘愿骤然隐匿踪迹，默默无闻？他心里的痛楚挣扎化成荆棘，带着他沉向深渊。如果没有陆平和薛燕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兴许他现在就如他父亲期待的那样，自我厌弃，孤独悲惨的生不如死。虽然这些袁彻没有明白的说出来，但乔洛也能从他的话里懂得什么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说道：如果我能早点见到殿下就好了，那样也许他也可以拉殿下一把，让他知道有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光辉的样子，也有人永远关心惦念他。袁彻笑起来，是啊，不过现在也不晚。那边两人烤着吃着，这边袁彻和乔洛也是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，一直到天色渐晚。乔洛摸着自己明显鼓起的肚子，沉默了，好像吃的有点多。其实不是有点，而是非常。袁彻也道，今天确实是吃得很开心。那边薛燕也捂着肚子，瘫在椅子上，没关系，喝点消化药剂就好。乔洛点点头，陆平分发了消化药剂，一人一袋。等到喝完了，乔洛便跟着袁彻开始他们再一次的信息素治疗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次乔洛一开始就在释放信息素的同时，不忘添加安抚意味，所以袁彻要比上一次更容易克制自己。对于旁人来说，乔洛的信息素苦涩无比，让人一秒都闻不下去；而对于袁彻来说，乔洛的信息素先苦后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越来越能感受到那种藏起来的甜，也越来越为乔洛而沉迷。他闭上眼睛，以免乔洛看到他此时眼中的欲念，而乔洛渐渐加大自己信息素释放的浓度。不过渐渐的，他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他的腺体处好像有些发胀。自从得知那一次差点被袁彻咬了腺体被标记之后，乔洛每一次来都会打一次抑制剂，这次来也是。按理来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但在嗅到袁彻不由自主散发的 Alpha 的信息素之后，乔洛只感觉身体深处传来的渴望。乔洛忽然想起来，好像最近他的发情期要到了。如今 Omega 的发情期不像以前那样短，1个月一次，而是基本上1个季度一次。他上次发情就是3个月之前，这么一算，还真就是这几天了。尤其是被袁彻的信息素这么一击，他的发情期还很有可能提前，但总不能是现在吧？乔洛呼吸开始有些急促，腺体不仅是发长，甚至开始发热。他有些紧张，如果现在再不停下，他恐怕真的要发情了。于是乔洛不再犹豫，直接干脆的按下了一旁的按钮。乔洛刚刚按下按钮，门外的薛燕和陆平就冲了进来。怎么了？他们先是看向了一边被束缚着的袁彻，见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放下心来。但当他们看向乔洛时，立马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因为此时乔洛脸颊泛红，呼吸粗重，而且他的信息素明显有着独属于 Omega 对于 Alpha 的吸引。陆平是 Beta， 但也能从他的表现看出端倪。两人顾不上自己的鼻血，立刻给房间内喷洒了信息素分解剂，然后将乔洛带走。他们把乔洛送到了一间客房，薛燕找来了抑制剂，先给乔洛注射。等到抑制剂起了效用，乔洛才缓过来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，刚才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有什么？薛燕轻咳一声，不过这段时间你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些，毕竟 Omega 这种时候还是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。虽然乔洛现在和袁彻关系不错，但是两人也没到那种地步。薛燕想让乔洛当太子妃，但他也不能替他们的太子殿下做决定。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等下我们送你回去。薛燕擦了一下鼻腔里流出来的鲜血，淡定的离开，关上了门。乔洛捂住了自己的脸，自己的发情期这么私密的事情让这么多人看到知道了，着实是让他有点尴尬。不过事已至此，他再尴尬也没用。等脸上的热度降下去，脖颈上的腺体也不再发胀发烫，乔洛才走出房门。而大厅里，袁彻已经等在那里。乔洛看到袁彻，也不自觉的脸红。殿下，对不起，今天的信息素治疗只能到这里，而且近期我可能因为不太稳定，所以没法给你提供治疗了。袁彻也稍稍有点不自在，不过他要比乔洛脸皮更厚一些，我这边没关系，间隔的时间长一些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倒是你这几天一定要把信息素隔离贴贴好。想到宴会，袁彻特意叮嘱道，尤其是马上到来的宴会，宴会上面的人鱼龙混杂，肯定有不少盯着你们的人，到时候一定要小心。乔洛点点头。袁彻说道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哦，好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乔洛每天都打1针抑制剂。其实 Omega 在成熟之后，大多数就已经有了婚配，在有丈夫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抑制剂的。抑制剂主要是给一些没有配偶的 Omega 准备的，其实也不适宜长期打。乔洛之前都是自己挺过去的，有时候顶多打上1针，但现在为了防止熬不到宴会，还是要每天打抑制剂来稳定，保证把这次的宴会度过去。宴会2天前，霍云生来到了乔家，
他刻意等在乔洛下班的时候，让乔洛避无可避。乔洛不得已，只能迎上他。霍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因为最近被各种事情缠身，霍云生其实一直很疲惫，但宴会他和乔洛要出席，所以他硬是抽出时间来找乔洛，给乔洛送礼服。霍云生将装着礼服的袋子递给乔洛，马上要举行宴会，这是定做好的礼服，我们两个人的是情侣装。乔洛点点头，接过来。他和霍云生名义上是有婚约的，他们一同出席晚宴，确实应该穿所谓的情侣装。我知道了，我会穿上的。说完之后，霍云生还是没走，乔洛也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只能问他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霍云生张张口，犹豫半天，最后竟然说出一句，对不起。乔洛愣住了，霍云生这个整天用下巴看人的人，竟然也会对他说对不起吗？之前是我不好，总是欺负你，但是你的信息素也确实太让 Alpha 没面子了，我不该那样做，以后我会慢慢改的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？霍云生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乔洛就打断了他。乔洛语气坚定地说，霍云生，我也再次明确地告诉你，我最希望的就是和你解除婚约，不说是你，本来我也没打算和任何一个 Alpha 结婚，比起做一个被豢养的 Omega， 我更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。乔洛说得很清楚，霍云生眼中有受伤之意，但他却还是扬起下巴，我会让你改变自己的想法的，我还是不会放弃。说完，也许是怕再听到乔洛拒绝的话，所以他大步离开。乔洛有些无奈，霍云生实在是太过自我了，除非他遇上什么能够改变他一生的事情，不然他永远都没法注意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。不过那些也与他无关。乔洛进了房间，打开袋子，拿出熨烫好的礼服，将礼服挂了起来。这时他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是来自袁彻的，霍云生去给你送礼服了。乔洛很快回复，礼服送到就走了，什么颜色的？没想到袁彻会这么问，不过乔洛还是认真回复，白色的。好的，就好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宴会上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紧张，我也会在。这已经是袁彻说的第2遍了，不过再一次听到这样的话，乔洛还是觉得暖心又安心。本来他对宴会还十分抗拒，但现在竟然莫名生出一份期待来。如果有殿下在，再枯燥的事情也会变得有趣味一些。为了更好的参加宴会，还有度过宴会后面的法勤期，乔洛连续加班了好几天，才将之后自己的工作补上，这样即便之后他要请假，也不会耽误药剂研究的进展。到了宴会这天晚上，霍云生早早的就开着飞行器来接乔洛，乔洛毫不犹豫的上了车，两人互相打了招呼，直奔帝国皇宫里的城堡。城堡里的宴会厅奢华无比，这是帝国皇室代代相传下来的居所，里面的每一处东西都是皇室积攒起来的珍贵物件，大到明亮却不晃眼的冰晶吊灯，小到一盆看似不起眼实则千金难买的兰花草，明晃晃的展示着皇室的财富。乔洛还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你挽着我的手臂，最好不要松开。霍云生在乔洛耳边说，乔洛只得挽上他的手臂。在他们走进宴会厅的刹那，不少目光聚集在他们的身上，被这么多人看着，乔洛不由紧张起来。但当看到一张不远处平平无奇的脸时，他内心突然平静了下来。太子殿下说的不错，他确实会来。乔洛朝着那边微微笑了一下，然后被霍云生带着去和其他贵族打招呼。乔洛的身份大家都一清二楚，乔洛的信息素他们也略有耳闻，所以几乎没有人愿意谈及乔洛，这也方便了乔洛，他甚至连假笑都不需要，只用跟着霍云生来回走。不过在见了几个熟人之后，霍云生却抽出了自己的手臂，我有点事要单独过去，这边有一些自助的食物，你可以先吃一些，那边的酒别乱喝，有些看着像果汁，但很容易醉。乔洛点点头，看着霍云生离开，他一个人在这里确实无聊，所以拿了一些糕点坐在角落慢慢吃。有2个贵族小姐也走了过来，他们只是看了一眼乔洛，随后就自顾自的继续聊天。今年的舞会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盛况，也许你那位白马王子会来邀请你跳一支舞，我已经不对他抱希望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能坐以待毙。如果一个 Omega 没有被任何 Alpha 邀请跳舞，第2天就会成为大家口中的笑话。还用第2天吗？当场就是。那边那个男士看起来不错，我去试试。听着两人的聊天，乔洛也对宴会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没有人邀请就会成为笑话，这些贵族还真的挺闲，就不能有人不喜欢跳舞吗？而且 Alpha 的邀请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吗？乔洛不是很赞同。霍云生迟迟没有回来，乔洛也没想起他，以为乔洛的注意力都放在袁彻身上，他会忍不住去看袁彻，但是也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一直看，怕给袁彻带来麻烦，所以只能借着发呆或者余光来看袁彻。这时他前方不远处又多了2个人，和之前那2个人一样，同样是在窃窃私语。这种宴会，太子殿下已经接连几年没有出面了，太子不会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吧？也没听皇帝提过，不过我看这曾经的战神也不过如此。就是啊，估计之前那些战绩也是吹出来的，不然怎么可能突然这样隐匿了？2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轻松就将袁彻贬低下去。乔洛皱起眉，看向他们，感受到乔洛的目光，2人也只是顿了一下，放小了声音继续说，
以前也是个顶级 Alpha， 现在都没结婚，估计人也有点问题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这么闲吗？乔洛再也忍不住，起身走到他们旁边说道：你们说太子殿下那些战绩是吹出来的，那你们上过战场吗？你们击退过虫族吗？那两人没料到乔洛会这样直白的对他们，发现周围有人看过来，尴尬的轻咳。我们可没这么说，毕竟这宴会里都不是一般人，难免也有太子党羽，他们私下怎么说都行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。乔洛冷冷的看着他们离开，在转身的时候看到了不远处的袁彻，站在远处的袁彻身姿笔挺，目光温柔，嘴角漾起笑意。乔洛一看就知道袁彻肯定是看到了他刚刚和这两个人对峙，他刚刚其实有点冲动，但也没想到被袁彻本人看到，有点不好意思的回到了刚才的座位上。不过他不后悔，他就是看不得有人贬低袁彻。以前不知道倒罢了，可认识袁彻后，他清楚的知道袁彻是一个多么好的人。不知道多久过去，宴会厅里的灯光骤然暗下来，紧接着一道光束亮起，照在一边的钢琴上，悦耳的琴音响起，如山涧的清泉，或是映照清泉的月光，听得人身心舒畅。不只有琴音，伴随着一个个光束亮起，各种不同的乐器也挨个出现。最后，今晚最位高权重的人皇帝出现，他邀请现任皇后在舞池中身姿优雅的跳起了第一支舞，周围的人围成一圈鼓掌。随后，一对又一对情侣夫妇进入舞池。乔洛看着舞池外的人越来越少，他意识到如果霍云生再不回来，他就要被孤立了。这时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他，乔洛尽量往角落里待着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然而满场的人都去跳舞了，只有他一个人站着，实在怎么都显眼。乔洛只得低着头，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远处，藏在隐蔽处看着这一幕的霍云生其实已经想要抬脚走过去了，但他想着还是再等等，他离开是故意的，故意让乔洛遇上这样尴尬的境地，然后等铺垫的差不多了，他再出场，那样就是英雄救美。不管怎么样，乔洛都会感激他，然后他们的关系也可以拉近一些，之后的婚约也好说。他心里倒数着时间，等待着最后的时机。然而就在他抬脚向乔洛走去的那一刻，有一个人比他先一步走向乔洛，那人身高腿长，直直奔着乔洛走去，让霍云生顿觉不对，他也加快脚步。然而因为那人本就比他先行一步，所以他还是慢了。霍云生眼睁睁看着那个男人向乔洛伸出手，霍云生心里一颤，但他安慰自己，乔洛一向不会靠近陌生人，就算那个人比他快一步又怎么样，乔洛肯定不会。还没想完，霍云生惊讶地看着将手搭在男人手上的乔洛，乔洛竟然答应了对方的邀请，甚至嘴角上扬，眼含笑意。怎么可能？霍云生此刻无比的后悔，他甚至想冲过去把那人拉开，但是这不是一场随便的宴会，他不能不顾霍家的颜面，做出那种粗鲁的事情。于是整个宴会厅内只剩下霍云生一个落单的人。随着优美的音乐节奏，乔洛被袁彻带着挑起舞步。袁彻小声在他耳旁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处理了一些事情，来晚了。乔洛笑起来，怎么能是你说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说谢谢你。袁彻也笑起来，他一手揽着乔洛的腰，一手和乔洛的手相握。袁彻毫不吝啬的夸赞，你跳得不错。乔洛微微红了脸，我在家练习过。乔洛虽然练习，但是只是自己练习。这话刚说完，他就不小心踩了一下袁彻的脚，他连忙道，不好意思。袁彻说道，这话该我说，我早应该抽出时间陪你练习舞步的。袁彻声音温柔，眼神也温柔的像是一汪水。乔洛不由看得有点呆，差点又踩了袁彻一脚，好在袁彻及时撤步。好了，认真跳吧，马上就完了。其实这舞也就只有一曲，他们本来也加入的晚，所以跳不了多长时间。袁彻揽着乔洛的腰转了一个圈，因为换了角度，乔洛也看到了不远处脸色难看的霍云生。他有些疑惑，霍云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还以为霍云生已经把他忘了。想到自己和霍云生赖好，还有表面的婚约关系，他不禁问道，我和霍云生还有婚约，这样和你跳舞会不会有人议论？不会，失去了自己舞伴的人才是被嘲笑的对象。袁彻轻蔑了扫了霍云生一眼，他刚刚处理完事情进来，就看见了躲在门口的霍云生，顺着霍云生的目光看到了有些无措的乔洛。他一眼就知道霍云生想要做什么，无非是想让乔洛无助，然后自己再去当那根大海中的浮木。但是想要得到一个人的目光和喜欢，用这种方式无疑是自掘坟墓。想要得到爱，就要付出爱，喜欢才能换来喜欢，爱才能换来爱，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音乐终于结束，所有人摆好了一曲终了的姿势，随后咔嚓一声，整个宴会大厅的这一幕都被记录下来。随后袁彻松开乔洛，而霍云生也终于找到机会走过来，他刚要握住乔洛的手臂往自己这边拽，乔洛就被袁彻先一步护在了身后。这位先生，您气势汹汹的过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同为 Alpha， 对我倒是没什么，但他是 Omega， 我想您应该还是对 Omega 更为尊重爱护一些。英雄救美的机会被抢走，霍云生正是生气的时候，他的态度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他咬牙说道，我的 Omega
还用你来教？袁彻思毫不留情面，装作震惊的说道：哦，他是你的 Omega 吗？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了门边的你，既然他是你的 Omega， 为什么你迟迟不进门呢？本来霍云生刚来势汹汹，就引得了周围人的注意，这一下袁彻没打算放低声音，他的话自然也被周围人听到，于是不少人看着的霍云生的目光都十分复杂，尤其是一些 Omega， 这不就明摆着霍云生故意这样做，这样做了，事后还要来这样说，这霍家的少爷怕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吧？霍云生没想到他的心思就这样被当众揭开，立刻心虚的看向乔洛，而乔洛却是点了点头，怪不得，原来你真的是故意的。不是，乔洛，你听我解释。霍云生又要抓乔洛说话，袁彻冷脸盯着霍云生，请你不要动手动脚， Omega 大多身娇体弱，你这样会伤害到他。霍云生将怒气转移到袁彻的身上，你算老几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是哪个家族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和你身后的 Omega 有婚约，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解决，你管不着。这会儿皇帝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他和皇后向着这边走来，乔洛看到了，悄悄扯了扯袁彻的衣角。袁彻轻笑一下，只是有婚约而已，难道你以为有婚约对方就应该无条件纵容你喜爱你吗？说完，他又将自己领口处的玫瑰递给了乔洛，然后才离开。霍云身后槽牙都快磨碎了，但人已经走了，他现在在追也没什么意思。他看向乔洛，乔洛，刚刚他说的不是真的，我是有事情耽搁了，所以才来晚了。霍云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心虚，乔洛也没打算继续戳穿他，他点了点头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乔洛太过冷淡平静，霍云生愣住了，就说个知道了。乔洛疑惑，不然还要说什么？霍云生皱眉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正在这时，皇帝和皇后携手而来，两人气质华贵，周身自带皇室的威压。皇后开口问道，这是怎么了？皇帝也道，云生，是不是你欺负你的 Omega 了？霍云生这次倒是乖乖点头，这次确实是我不好，惹乔洛生气了。帝后笑了笑，皇后看向乔洛，乔洛是吗？我听说过你，你很厉害，是一名优秀的药剂师，不过 Omega 再过优秀也是回归家庭的。云生毕竟年轻，这个年纪的 Alpha 都是这样的脾气，等你们结婚后就好了。乔洛十分不赞同对方的话，什么叫这个年纪的 Alpha 都是这样的脾气？虽然他没有见过很多 Alpha， 但他见过很好的人，最起码殿下肯定就不会是这样的。不过心里是这样想，乔洛却并没有无脑反驳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帝后也有其他人要招呼，所以并未在他们这里停留太长时间。送走了帝后，乔洛也不打算再跟霍云生纠缠，他再次来到角落，只不过这次霍云生一直跟着他，霍云生一直在他身边说话，都是一些祈求原谅的话，不过听在乔洛的耳朵里就是一片嗡嗡声。乔洛感觉有点不太舒服。宴会上，尽管人人都贴了超强度的信息素隔离贴，但原本就到发情期的乔洛还是没法完全抑制自己体内的反应。近几天本来就是靠抑制剂延迟的，能撑到现在已经不错了。不过乔洛以为最起码也要等到回家，感受到腺体的部位开始发烫发胀，乔洛不敢多待下去，他推开霍云生说道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不舒服，要先行离开了。霍云生跟在后面，乔洛已经完全没精力注意他。乔洛来的时候是乘坐霍云生的飞行器，但他现在很可能会随时发情，所以绝不能和任何一个 Alpha 待在一起。而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可靠的 Beta， 送他回家。他打开光脑，给陆平发去了讯息，希望陆平能够来帮他。好在陆平很快给他回了消息，让他在皇宫门口等候。乔洛停在一棵景观树后，尽力平稳自己的呼吸，却被突然冒出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乔洛转过头，看到了霍云生。他这会儿没有时间精力和霍云生纠缠，只说道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你先走吧，不用管我。我怎么能不管你呢？乔洛深深呼吸了一下，然后道，霍少爷，我需要一个人安静的调解，你在这里会影响到我，况且一会儿有朋友来接我，不劳烦霍少爷关心。霍云生就是再迟钝也听出了乔洛的不耐，但他却想到了另一个方向。乔洛，我知道你是在生我的气，对吗？乔洛，我刚刚真的只是想和你缓解关系，你别生气了好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我现在想要个清静。乔洛淡淡的说，他是真的快撑不住了。正好一辆飞行器落在乔洛的身边，以乔洛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陆平。他毫不犹豫的走上飞行器，霍云生却猛地上前一步，挡住了他的路。由于情绪激动，霍云生身上那股 Alpha 的气息浓重起来，而乔洛受到了一点影响，腺体处猛地一阵酥麻。于是乔洛的发情期彻底来了。高强度密封性的信息素隔离贴暂时还没有失去作用，但乔洛的信息素实在太过特别，只是泄出去那一缕被风吹淡的信息素，也足以让霍云生嗅到什么。他愣住，提前捂住自己的鼻子。乔洛，你快点让开！见乔洛隐忍的表情，霍云生更是不打算放乔洛走。乔洛要进入发情期，这是他的 Omega， 他怎么能放走呢？而且
Omega 终归是要臣服于 Alpha 的，也许早点标记乔洛，乔洛也能早点认清楚现实，愿意和他好好培养感情。他拉住乔洛往怀里抱，强忍着乔洛的信息素带来的不适，想要张口对着乔洛的腺体咬下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如刀刃一般的精神力传来，毫不留情地割过霍云生的身体，让他骤然浑身疼得一颤。他强撑着身体，没法再困着乔洛。乔洛身体一晃，腿一软，就要倒下去，但下一秒，他的身边骤然出现了一道身影，熟悉的冰雪气息，是袁彻。原来飞行器里面不只有陆平，还有袁彻。袁彻感受到了乔洛的信息素，也是身体紧绷，他不再耽搁，立刻抱着人上了飞行器，然后让陆平加快速度回到自己的城堡。飞行器速度本来就快，不到半分钟就到了地方。袁彻抱着乔洛直接上楼进了卧室，在关门之前，他吩咐道：“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这里。”陆平点头，薛燕激动的点头。袁彻扫了他们一眼，关上了大门。而在这一瞬间，袁彻抬手按了一下脸侧，恢复了自己的容貌。乔洛此时已经因为发情期的到来开始意识模糊，他不由自主地发出不适的闷哼，纤薄的身体依赖地靠在他的怀里。袁彻想要将乔洛放在床上，但是他刚俯下身，乔洛似乎就感受到了，他伸手环住了袁彻的脖颈，不断往袁彻的怀里凑，嘴里还喃喃道：“不要，我要抱着。”袁彻动作顿了一下，脸上浮现一抹薄红。乔洛这个样子实在可爱，他心里软成一片，干脆就这样抱着人，准备去给乔洛取抑制剂。然而取了抑制剂之后，看到乔洛注射抑制剂的手臂上已经有几个还没完全消下去的针孔，他迟迟没有下手。抑制剂打多了， Omega 的天性被抑制，自然对身体没有益处，但乔洛的体温越来越高，那信息素隔离贴也渐渐失去效用，袁彻强大的自制力渐渐瓦解，尤其加上乔洛贴在他身上，贪得他身上的凉意。卧室内，药材香和冰雪的气息缠绕在一起，这样的气氛下，暧昧顿生。袁彻本就对乔洛的信息素十分敏感，现在乔洛到了发情期，那信息素的浓度和暗示性更是让他无法抵抗。他抱紧了怀里的 Omega， 满脑子都是标记对方，占有对方，但同时他也留有一丝清明。现在他和乔洛还只是交易关系，顶多对乔洛来说也是朋友。虽然他喜欢乔洛，乔洛看起来也对他有些心悦，但到底两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，他不能这样占了乔洛的便宜。袁彻在深深吸了一口乔洛的信息素之后，就要狠心放下乔洛，转身去卫生间。然而趴在他胸膛上的乔洛却忽然张口在他的颈侧咬了一口，没用多大力道，更像是调情。袁彻身体瞬间紧绷，乔洛在他耳边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殿下，我好难受啊。”袁彻不由问道：“乔洛，你是不是有意识？你乖乖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。”乔洛猛地抱紧袁彻，不让他动。“你是不是要走？我不要你走，殿下，不然你标记我吧。”袁彻睁大眼睛，牙间泛起一阵痒意。这怎么行？你难道不知道一个标记对于一个 Omega 来说有多么大的影响吗？即使是临时标记，短时间内 Omega 也会完全依赖于标记它的 Alpha， 他们会完全顺从自己的 Alpha， 满心满眼都离不开 Alpha。 袁彻是在说给乔洛听，但也是说给自己听。乔洛现在意识不清，他可不能。但乔洛一句话就击溃了袁彻的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防线。我知道，我喜欢殿下。喜欢？袁彻定定地看着怀里正贴在他胸膛的乔洛，他喉结滚动，问乔洛：“你真的确定要我标记你吗？”乔洛胡乱点头：“要。”殿下，我好难受，你快点。袁彻的眼神逐渐坚定起来。既然是乔洛主动要求的，那日后他抱起乔洛，让乔洛坐在他的怀里，双臂环绕着乔洛，既是一种保护，又是一种禁锢。他拉下乔洛的衣领，露出洁白修长的脖颈。他最后问道：“乔洛，你确定要我标记你吗？确定了就不能反悔了。”低下头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那里。乔洛缩了缩脖子，明明是怕的，但还是嘴硬：“确定。”袁彻不再犹豫，对着乔洛的腺体一口咬了上去。乔洛原本苦涩的信息素此刻对袁彻来说变得越来越甘甜。随着他信息素的注入，乔洛的身体渐渐不再那样烫，但同时袁彻却愈发的难以克制自己。只是一个临时标记，似乎已经不能够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渴望。这个临时标记持续了很长时间，长到乔洛浑身无力，只能软倒在袁彻的怀里。而袁彻的信息素则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，霸道强势的包裹着乔洛，银白的发丝散落在乔洛的身上。乔洛失神的眼睛里溢出一点泪水。标记过后，袁彻将人翻转过来，他紧盯着那水润红嫩的唇瓣，忍不住俯身想要吻上去，但抬眼看到乔洛已然闭上眼睛，他捏紧拳头，起身离开，将自己关在卫生间。袁彻不断用冷水冲刷着自己的身体。乔洛，乔洛，他知道自己就算是让乔洛真正成为自己的 Omega， 乔洛也不会拒绝，但他自己却不能赞同，这样没名没分，甚至他们都没有互相表白，不清不楚就在一起，这是对 Omega 的不尊重。母亲曾经告诉过他，如果遇到了自己喜欢的 Omega， 一定要尊重对方。
一切以对方为主，万不能自以为是。也是因此，他一直强忍到现在。无论怎么样，他都不能出去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将乔洛关在了卫生间里，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，他还是跟卫生间有缘分。不过这次之后，等乔洛清醒，他不会再等下去，感受到冷水也无法有效的冷却身体内的热浪。袁彻苦笑一声，希望下次他不用再到卫生间独自解决。Omega 的发情期一般持续1周，而一个临时标记最多只能让 Omega 能安生1天。乔洛醒来的时候正是深夜，睁开眼睛后，他发现自己正躺在袁彻的卧室里，床边的小夜灯开着，昏黄的光线让乔洛能够看到一旁睡在沙发上的 Alpha。 乔洛愣了愣，很快想起之前都发生了什么。袁彻接走了他，袁彻将他抱了回来，他抱着袁彻不撒手，还不断撒娇。袁彻标记了他，桩桩件件让乔洛的脸迅速变红。他怎么能对太子殿下这样？他以前在发情期也没有这样过啊。还是说因为平时自己在心底里总是想到袁彻，所以才……乔洛将自己缩进被子里，悄悄看着袁彻，没想到还没看多久，就对上了袁彻那双湛蓝的眼睛。